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幂和迪丽热巴究竟是什么关系？杨幂和迪丽热巴都算是不世出的美人，杨幂的郭襄、雪见在一众仙侠少女中，灵气与美貌那是出尘的，而迪丽热巴的抑郁脸，选秀时连导演都主动拿起手机拍个照。杨幂有点宫杯，但三维比例优越；迪丽热巴虽惊艳，但气质尚需磨练。这同级别的高颜值同框时 ，CP 感是有的。因此，当年杨幂签约了迪丽热巴，粉丝们产生了种种美妙联想，甚至连百合番都有。对他们的关系也众说纷纭，有人说二人是铁打的事业 CP， 有人说他们是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也有人说他们实际互抢资源，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二人关系到底如何？美人今天来分析一下。二人相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起二人的关系，要从二人的相识开始。在之前的文章《杨幂和 Angelababy 崛起之路有何不同》中，美人提到，2010年杨幂拍宫时，她的聪明脑瓜儿就开始四处搜寻自己的事业 CP 了。为啥呢？因为那时她就在亚细家巨海策略里找到了自己的发展套路，并已经有了计划，2-3年后成立工作室。2011年，正是她因墨雪渊如日中天之时，25岁的她，票房、影响力、人气、奖项天和地利都具备了，就差人和这一项了。这时，迪丽热巴出现了。迪丽热巴此时还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颗小青葱，每天乖乖上课，偶尔请个假面个试都要面红耳赤的那种。而蜜姐那会儿已成为如何跟一个剧组请假去另一个剧组的游子了。她鼓起勇气参加了陆川王的盛宴虞姬上海站的海选，结果还落选了。杨幂据说是秘密进了陆川组，在选拔现场，他们都注意到了一出场就亮眼的迪丽热巴，坐在后台监视器前的陆川还举起手机给迪丽热巴亲自拍了张照片，并亲自上传到社交媒体，称这个女孩群众反响热烈。可惜陆川对海选有自己的想法，海选人选最后定了杜鹃。落选的迪丽热巴铩羽而归，她不知道的是，自己已被杨幂盯上了。2年后，也就是2013年，热巴再次来到北京参加青春偶像剧《微时代》的面试，因为有一次失败经历，这一次她不是很有信心。这是杨幂首次做制片人的电视剧，迪丽热巴将注定入选。在《微时代》中，迪丽热巴饰演了一个豪门任性小公主吴安珀，杨幂主演洛伊。这部戏除了热巴，还有张云龙、李希瑞、高伟光、张彬彬，这群都是日后的杨家班，大家搭在一起很合财，使杨幂首战大捷，获得约7300 RMB 的票房。同年，迪丽热巴又再获得机会与杨幂合作《古剑奇谭》，这次她的角色更加讨喜，是精灵古怪的天庸城小师妹福渠。这一次估计也是杨幂推荐之功，因为她是杨幂欣赏的类似，也是和自己很像的类型，年轻、高颜值、高情商、能拼，这些选项日后也将成为杨幂家行公司签约艺人的标准。其实微时代面试的第2天，杨幂就先下手为强，直接把和热巴的角色签约转变为艺人签约意向，因为那时杨幂还没有成立家行，所以只能是意向。直到1年后，合同落到纸面上，迪丽热巴终于成了杨幂碗里的巧克力。据热巴自己讲，来到北京面试第2天，公司就开始和我谈之后的合作和工作安排，然后我脑袋里就是一阵懵。但是当时张云龙、李希瑞、高伟光、张彬彬这些同剧组人员也都在，工作人员也都很亲切，感觉和他们在一块挺踏实、挺舒服的。当时大家也都非常信任我，所以我虽然懵，但也非常开心。热巴说，此前在学校里也有其他公司频繁找过她，但她都不太放心。热巴的选择不难理解，高颜值的人据说都颜控爱和高颜值的人一块玩。二人初期合作，长江后浪推前浪。事后证明了热巴当时确实猛了，因为这个合同她居然签了15年，把所有用于磨练演技的青春都签进去了。这个问题按下不表，且把镜头依旧放回2014年，杨幂和热巴合作演偶像剧，刚签约的那2年，此时杨幂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中的排名则分别是第7位和第6位，远远高于现在。对那时的热巴来讲，从4岁就开始在圈子里混的北京大妞杨幂是远不可及的偶像，杨幂的提携让她受到了诸多保护。杨幂对她来讲，不仅仅是一个老板、一个姐姐，
还是一个圈子。在采访中，热巴曾说，蜜姐像长辈和姐姐，有教导有陪伴。可是杨幂真的适合做热巴的偶像吗？从2014年的《天时地利人和》一过，杨幂的招数开始做不到百发百中了。大银幕触电，无论是《我是证人》还是逆时营救《绣春刀绝技》，她都未凸显出少年时在古装电视剧领域的锐气和才华，当然也没抓住大好机会拿到电影圈资源。一直到2017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开播，她的商业价值和福布斯排名都是持续下降的。这可能跟她这段时间忙着创业加资本运作有关。先是2015年将一个原入股的有坏账的公司股份脱手，然后是操作嘉行的上市当资本小老不亦乐乎。他原来就有一点在摄制组呆皮李少红与不太上心的电视剧演技，不能说水平下降，但肯定也未提升。且他结婚生下小糯米发生婚变都是在2014年至2017年间，所以他错过了30岁前从电视剧小花变影视大花的机遇，没有积累必然不会化茧成蝶，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也是因果。而在这几年，新人迪丽热巴却火速成长起来，克拉恋人怦然心动，漂亮的李慧珍烈火如歌，演技时好时坏，好的时候碾压过唐嫣，坏的时候停留在高雯，但小树越是越修越直溜。等到杨幂好不容易再认真一次，出演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再创收视辉煌时，凤九这个小狐狸在气场和道行上已经可以搭上她这个四海八荒第一美人的快车了。从流量和人气角度讲，他们二人2017、2018年的关系图已经从2011的树状结构进入了并列结构。很多红黑粉也在这一年增多，有人说迪丽热巴忘恩负义，有人说杨幂耽误了迪丽热巴，两家粉丝打得不亦乐乎。而事实上，2018年前，迪丽热巴的路线仍是以杨幂为灯塔的。不知道是杨幂对她的继续提携，还是团队大脑，她选择了和杨幂一样走美人路线，走黑红路线，走范冰冰路线和流量明星路线。而对于杨幂来说，她真正的对手仍然是唐嫣、杨颖、刘诗诗。所以我们才看到有关杨幂逝去的3段闺蜜情。闺蜜不能持续亲密的根本原因，是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事业上的明争暗斗。二人未来江湖路远，各自为战。在迪丽热巴晋级以前，杨幂仍然是迪丽热巴的贵人。从2018年到2020年，杨幂却担不起这个责任了，有2个很明显的原因。其一，热巴把杨幂当灯塔，但杨幂撑不起灯塔的定位。从4岁就是小童星的杨幂无疑是个演员的好苗子，聪明够，灵气够，可是专注不够，有一点伤董永之感。已经32岁的杨幂，无电影代表作，无权威奖项，无大牌代言，甚至连文艺气质也在湮灭，这让她成了一个会捞钱但艺术价值不足的演员。对比一下章子怡或者周冬雨就可知，章子怡26岁就以2046拿到了最佳女主，杨幂此时在四处跑场子串戏。章子怡29岁成为奥斯卡终身评委，而杨幂此时刚刚出影，并在古道公司。90后周冬雨也一样，26岁凭后来的我们提名金鸡最佳女主，27岁分别凭借7月与安生少年的你2次拿到了金像奖最佳女主，并且毫不油腻。演员不仅要有商业价值，还要有艺术价值，有了艺术价值才可能有权威电影、自身硬件、票房、电视剧奖项，并最终获得持久的流量。杨幂吃亏在没有想通这个道理，除了专注不够，和她的发展路线也有关。上面应该注意到了，杨幂和章子怡、周冬雨走的并不是一个路线，她走的是流量明星路线，赚的是广泛国民度，因为广泛国民度代表着钱。可是，当流量明星成了票房毒药，大众对流量明星似乎更加排斥。杨幂的方法论呈现了悖论，杨幂本人也离主流电影圈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明星实力越来越远。所以，若迪丽热巴按杨幂这条路线走下去，不其后尘，前途清晰可见。其二，热巴艺人合同签了15年，是她目前发展中最大的劣势问题。这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没有什么经验的她，被当年亲切与美色所迷。蜜姐比她想象的要稳准狠，嘉行要是就是铁打的青春美人脸，流水的美人性。在嘉行，她只能走花旦美人路线，而不是章子怡和周冬雨的青衣路线。即使选择青衣以外的路线，她的戏路也将因资源受到限制，既不能像赵丽颖一样成为电视剧大女主女王，也不能像白百合出演《失恋33天》，
倪妮出演《金陵十三钗》这样的黑马片，靠实力杀进电影二线演员。虽然她目前面临一个好的时代，在电视剧这一领域，90后小花中没有颜值和实力双拿的，但是以嘉行目前的选剧水准，要达到这个目标可是难上加难。如果她想解约，没有后台背景的热巴，估计需要付出很重代价。这个时候说什么姐妹情都不好用，即使杨幂对她真的有情，仅占10%股份的杨幂也不见得说得上话。迪丽热巴要想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和她当年从上海到北京一样，需要重新破冰。综上，杨幂有章子怡一样赤裸裸的野心，但她和章子怡选择的路不同。章子怡过了把制片人的瘾后，退了回来做一个好演员。但杨幂一路往资本小老和戏游子狂奔下去，阶级固化的娱乐圈中，她的钱不见得够用，也不见得是资源咖。即使有些资源，星二代横飞的当下，她的优势也不甚明显。如果她还想往演员方面发展，仿佛除了潜心磨练荒废的演技，玩手段和聪明不再有用。而迪丽热巴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她需要给自己重新定位。她很努力，很勤奋，但选择比努力重要。重新冲锋做偶像剧女王或古装大女主，新目标若扫清障碍定下来，给她的时间也不多，毕竟也28岁了。至于杨幂与迪丽热巴的关系，不必捆绑，也没必要捆绑，没那么好过，也没怎么坏过。杨幂的演员前途不是因为迪丽热巴堪忧，热巴的未来如何幂姐也决定不了。毕竟江湖路远，同归殊途。不管踩什么样的高跷，没有自己的脚是不行的。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